乌克兰又空袭克里米亚了。根据路透社报道，在9月13号，乌克兰向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港口发起了大规模空袭，成功命中港内的船坞，至少有2艘船只在这次袭击中受损。下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事情经过。9月13号凌晨，10枚导弹拖着长长的尾焰划过天际，出现在了克里米亚半岛上空，直奔塞瓦斯托波尔。该地呢是克里米亚最大的城市，也是黑海沿岸的重要港口。对俄军而言呢，塞瓦斯托波尔造船厂具有战略意义，它能为俄罗斯黑海舰队建造以及维修舰船和潜艇，因此此地的防空能力也十分强大。俄军在这里部署了大量的防空系统和电子战系统，拥有多层拦截能力。在发现乌军的导弹来袭后，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也在第一时间启动进行拦截，但伴随这些导弹一起的还有大批的无人机作为诱饵出现。最终呢，俄军的防空系统只成功拦截了其中的7枚导弹，还是有3枚导弹穿过了空中的重重防御，并一头扎进了黑海舰队的船坞里。和巨大的爆炸声一起出现的是冲天的蘑菇云，船坞内燃起的大火照亮了漆黑的港口，刺耳的消防警报一直响到了天亮。当地火势虽然已经被扑灭，但浓烟呢却依旧挥之不去，这也给当地俄军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霾。据俄官员事后统计了解，这次袭击呢是乌军自开战以来对克里米亚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其主要目标是塞瓦斯托波尔的谢尔戈奥尔中尼奇泽造船厂。而在这次袭击中呢，乌军不单单发射了无人机和导弹，与他们一起的还有3艘海上自杀无人艇。只不过这3艘无人艇的运气并不好，他们都被俄军的巡逻舰瓦西里贝科夫号摧毁了，并没有带来什么战果，反倒是那成功突防的3枚导弹成功造成了2艘在船坞内的俄军舰受损，并造成了24人受伤。而这2艘受损的军舰呢，也被一名俄军事博主爆料，他们分别是大型登陆舰明斯克号和柴电潜艇顿河畔罗斯托夫号。其中呢，前者是苏联在80年代研发的大型坦克登陆舰，也是当前俄海军的主力登陆舰。早在2022年3月份就被派遣至黑海。这艘4080吨重的2栖登陆舰，其主要功能是执行海上运输和登陆作战任务，可以帮助俄军投送10辆主战坦克和500吨货物，能为俄军在黑海地区发挥出重要作用。在战争初期，其运送的大量兵力成功让乌军放弃了别尔江斯克港口的防御，使得港口设施完好无损地被保留了下来。这也为俄军后期登陆开启海上通道，加速装备运输、兵力补充，保障作战部队后勤供给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是俄军陆路运输的补充和完善选择。但随着乌克兰远程武器和无人艇技术的逐渐增强，这些自保能力低下的大家伙成了乌军最优先打击的对象。在今年的8月4号，乌军就成功用自杀式无人艇袭击了新罗西斯克的俄海军基地，并击毁了蟾蜍级登陆舰的5号舰奥列涅戈尔斯基戈尔尼亚克号。2个月被炸2艘大型登陆舰，也意味着俄军对乌克兰港口的威胁再度降低了。至于那艘基洛级潜艇顿河畔罗斯托夫号就更不得了了。该潜艇呢，被俄军称之为世界上最安静的柴电潜艇之一，造价3亿美元，在2014年服役。该型潜艇是少数俄常规动力潜艇中使用水滴外形的潜艇。根据各国大量实验证明，水滴型潜艇在水下的阻力最小，而且航行时产生的噪音也较低。美国海军1959年的歼鱼级核潜艇是世界上最早采用此外形的潜艇。基洛级使用光滑外形，这一点呢同苏联时代的苏俄潜艇阿库拉级极为相似。而且呢，该潜艇还拥有双壳体结构，而且为了尽可能减少艇内噪音传播出去，基洛级在外壳上用了0.8平方米大小的消声瓦覆盖。由于其静音效果很好，因此呢，该潜艇在北约也有个外号，叫做黑洞。而除了安静性能之外呢，该型潜艇的火力也相当强大，是口径巡航导弹的全职运载工具。除此之外呢，该潜艇也摒弃了以往苏联潜艇不重视电子设备的传统，装备了自动装填装置和 MVU110ME 型计算机，可以同时锁定5个目标。俄黑海舰队共有6艘此类潜艇。在这次战争中，
顿河畔罗斯托夫号就一直被作为俄军巡航导弹的发射平台，打击乌克兰境内目标。这次乌军的成功袭击也算是开创了俄乌战争的先河，成功首次打击了俄军潜艇。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和此前袭击俄军后的保密措施不同，这次袭击发生后，很快就有乌克兰军方人员站出来告诉人们关于这次空袭的一些细节。乌克兰空军司令米克拉·奥列什丘克中将表示，虽然占领者已经从塞瓦斯托波尔的夜间轰炸中恢复过来，但我仍要感谢乌克兰空军飞行员出色的战斗工作。从这句话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推测，乌军在这次空袭中还出动了战机。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测，乌军打击港口的战术选择，先是派出无人机高空飞行来吸引俄防空系统的注意力，然后派出米格29战机和苏24战机发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进行超低空突防，最终成功命中俄船坞。据了解，这些经过改装后的乌克兰战机每架都能携带2枚英国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共发射10枚风暴阴影。也就意味着乌军在这次袭击中至少出动了5架战机。虽然俄国防部表示这2艘受损的船只很快就会被完全修复，并将继续在乌作战，但这句话的真实性其实并不高。作为世界上有名的聪明导弹，风暴阴影的功能可不仅仅只有高精度和隐身性，其威力也十分巨大。它有一个重约450公斤的亲测战斗部，能够穿透加固目标，足以击毁俄军的重要目标。在来到乌克兰战场后，这款导弹就凭借着其低空飞行能力，加上大威力弹头，让俄军苦不堪言。这次成功打击俄潜艇，也为风暴阴影再添了一笔战绩。而且我们从近些日子乌军对俄的各种打击中就能发现，乌克兰正在一步步卸掉黑海地区俄军的武装，特别是在俄罗斯的黑海禁粮令出来后，乌军的打击力度就更加频繁了。8月4号，乌军对新罗西斯克港口的打击不仅摧毁了俄军的登陆线，也是在用行动告诉俄军，封锁黑海这件事情呢，并不是只有俄罗斯能做到。虽然在后来土耳其派遣军舰帮助乌克兰运粮，但这并没有打消乌军的后续行动。到了8月23号，当天上午10点左右，位于克里米亚半岛西部塔尔汉库特海角附近的奥列涅夫卡村发生爆炸。在这场袭击中，俄罗斯用来守护克赤大桥的 S-400防空系统被乌克兰当场打爆。除此之外呢，乌军还摧毁了俄军在当地的 48YAB-K1 Podlet 雷达站。该雷达站呢，主要是为 S-400发送防空指令的，能在困难的干扰环境中探测低空和极低空的空中目标。除此之外，俄军的堡垒海基反舰导弹系统也在这次袭击中被摧毁了。到了第2天，当俄罗斯人还在为普里戈金坠机而震惊时，乌克兰的小股部队已经成功在克里米亚半岛插旗了，来庆祝乌克兰的第32个独立日。而克里米亚从2014年一直以来被俄军占领，选择24号在克里米亚升起乌克兰国旗，也象征着乌克兰收复克里米亚的决心坚如磐石。到了8月29号，乌克兰南方作战司令部又针对赫尔松州扎利兹尼港展开了袭击行动。这次袭击呢，成功击毁了俄军一套价值2个亿的 PRED-E 海岸雷达系统。除了该雷达系统之外呢，还有一个 Layer 2型保护雷达装置的电子战系统也在这次袭击中被摧毁了。这款雷达和后来被袭击的顿河畔罗斯托夫号潜艇一样，都是俄军的新锐武器，而且价值高昂。特别是雷达，俄罗斯在2023年6月才对外公开，并将其秘密部署在赫尔松海岸，用来远程监控乌军海上和陆上的行动。为了保护它，俄军还出动了 Layer 2电子战系统保护，这才过了2个月就被乌军给打爆了。在损失大量防空系统和雷达后，乌军并没有就此停手，还在上个月，乌军出动了数艘快艇进入黑海，成功控制了黑海北部靠近克里米亚半岛的4个天然气钻井平台，其中最主要的是被俄罗斯占领长达8年的博伊科塔。这些钻井平台呢，不仅仅是用来开采石油的地方，俄罗斯将其作为小型军火库，存放了大量炮弹，并且装备了无线电设备，长期监控着黑海地区的动态。除此之外呢，这些平台还可以被作为俄军的前沿部署基地、直升机着陆点等用途。在占领钻井平台后，乌克兰部队缴获了不少有价值的战利品，其中包括可以用于武装直升机的弹药和一套可以监视黑海船只的 NEVAB 水面搜索雷达系统，
并且还用单兵防空系统成功击退了俄军战机的空袭。以上一连串的打击让人目不暇接，爆炸声对于克里米亚周边的人们而言似乎已经成为主旋律。俄军在黑海区域的控制权也随着这一声声爆炸在逐渐丧失。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耶尔马克认为，近段时间乌军的袭击会让俄军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乌克兰的导弹正在逐渐剥夺俄罗斯的生产能力和俄罗斯的后勤部队，而没有这两者，俄军将无法守住当前的战线。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办法是摧毁敌人的后勤保障，这句话呢，在俄乌战争中是十分有效的。后勤一直以来都是军队最重要的东西。俗话说得好，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说的也是后勤的重要。但对于军事大国俄罗斯而言，其后勤呢却成为了各国的反面教材。如今的战场上，士兵们的枪支、弹药、粮食以及其他补给都需要强大的后勤运到前线，这还仅仅只是步兵需要的，其他的武装载具的燃料、零件也都需要依靠后勤。如果后勤跟不上，那么士兵就没饭吃，坦克就没油烧，火箭炮只敢射一轮。在二战期间，美国就号称同盟兵工厂，虽然其在西线战场上的进攻效率相对较低，但却能依靠源源不断的装备弹药优势来取得胜利，这也恰恰体现了军队后勤保障的重要。在俄乌战争的这1年半里，俄军内部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拉垮的后勤。如果你深入了研究俄军的后勤以及目前的战场态势，就会发现俄军几乎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其实早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前呢，北约就曾经进行过一次相关的兵棋推演，其中俄罗斯的后勤会是其战争中最大的弱点。因此北约的战略决策者们从一开始就将计划重点放在了俄罗斯的后勤上，其计划核定包括将俄罗斯军队引入乌克兰领土深处，让其补给线长度拉到最大，同时针对物流和运输设施发动攻击。毕竟在边境地区和俄罗斯进行决战，只会将主动权拱手让人，因为其较短的补给线会弥补俄罗斯的后勤短板。在国际战略研究所出版的《军事平衡》一书中显示，俄军有10个物资技术支援旅来负责11个集团军、1个近卫坦克集团军和4个独立军的补给。一个俄军物资技术支援旅的这点车辆是完全不够一线作战部队各类消耗的。而且每个俄军的营级战斗群大约有700到900名士兵，其中只有150人可以被看作是后勤人员。虽然每个营级战斗群并不会单独行动，可以向其他后勤部队寻求支援，但这个人数比例是无法为每位士兵提供约10名后勤人员的美军相比的。所以在俄乌战争爆发前的1个月，就有美军军官评估俄军是一支牙齿锋利但步履蹒跚的军队。由于缺乏必要的军用卡车设备，俄军严重依赖铁路维持补给，距离铁路补给站越远，其战斗力削弱越严重。这一点从俄乌战争中已经有很好的体现了。再加上乌克兰又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为俄军构筑了一个巨大的战场，因此打击俄后勤就成为乌军的首要目标。在作战初期，乌军就经常分小队渗入俄军防区，破坏公路并摧毁大量补给车。而在各国武器援助逐渐加码后，乌军对俄后勤的打击范围也逐渐扩张，从前线骚扰到海马斯远程打击，再到如今的袭击克赤大桥以及克里米亚，在这一系列的打击下，也让俄军的后勤运输越来越艰难。而乌军的这个战略也将极大地影响这场战争的持续时间。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